快来快来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生日礼物。亲亲卡、睡懒觉卡、做饭卡、游玩卡、闹钟卡、披萨卡。使用此卡片可以让星星请你吃一次披萨。吃什么披萨，由星星决定。你这送我生日礼物还夹带私货啊？我夹带的私货可不止这一个。再说了，给我谋福利不就是给你谋福利吗？也对。好，谢谢你的礼物，我很喜欢。不客气。你干嘛去？放在我的保险柜里。你这保险柜都是放什么的？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啊。这个卡片现在就可以用哦，你确定要把它锁起来？对啊，我应该充分利用这个福利啊。你现在要用什么？先用男朋友特权吧。哎，再使用一次吧。还挺你，你是不是你抓到我了？是啊。很挺。小黄，出去玩去。张哥，这写的不会是真的吧？季总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呀？厉总，季总，怎么就没水了呢？真是。说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其实没什么，就是黄薇薇，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微信，说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。我知道她什么意思，就是想挑拨大家关系。我肯定是相信季总的，但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。是黄薇薇，她给所有人发微信，想要挑拨人心。你别往心里去，大家肯定信你不信她。没想到这个事情还闹得这么大。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，不然人心浮动。星姐，丽姐，小钟看到篇文章，我发在他群里了，你们看看。共同创业，我被最信任的合伙人欺骗扫地出门。这文章写的也太过分了。这评论区的人也真是。我去找公关公司来发声明。不用，不就是小作文吗？谁不会写呀？没完没了啊！你别太难过了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你先忍一忍，有什么消息我会透给你的。
星星，我的也做完了，你要是没做完，再分一部分给我吧。哦，不用，你发我邮箱，我一起处理吧。行，那我再陪你多待会儿吧。喂，你还好吗？你看到了？这个会影响东一吗？不会，别担心。这件事你要冷处理，很快就会过去。不要冲动，更不要出面回应。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。你想怎么做？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处理好的。我相信你。挂了。跟他们说3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。好。季总，咱们要不找人发公关稿解释一下？不，我们有别的东西要发。季总，那我们要发什么呀？马上开通星辰科技的官方公众号，发布我们的产品广告。可是这个时候打广告会不会被骂呀？黄薇薇用这么长的篇幅讲述了自己，还有其他初创员工多努力、多敬业，取得了多大成就，这不就是在夸我们星辰吗？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次危机事件变成一次营销的机会，我们只管趁着热度宣传自己的产品，时间久了，大家自然会有判断。我赞同，大家觉得呢？同意。同意。那就动起来吧，把危机变成转机。欣姐，公众号一会儿就开起来。好，那我这就开始写稿，再找专业的朋友帮我参谋一下标题，软文的质量怎么也比他那篇要强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先讨论一下这篇文章的标题，标题是抓人眼球的第一步。对对对，现在好多人都是通过标题点进来的。没错，但除了标题内容也出文是的。这样，你们去把所有标题想想的标题。星辰科技刚成立的时候，我们还窝在自己的小房子里。后来我们做出了自己的产品，历经艰难拿到了投资，终于改换了办公地点。星辰研发的椎间融合器临床试验的成绩骄人，首期临床试验手术成功率达到100%。星辰一直用产品说话，我们的初心与目标是让每个普通人病有所医，让定制化医疗走入寻常百姓家。星光纵然微弱，也能照亮一隅。你怎么来了？不错，成功扭转了局面。但是还是有好多人在骂呀。那就别看了。怎么样，累了吧？带你去散心啊。去哪儿？去看新港最美的夜景。走。
我以前在广华加班到深夜，看到这样的景色，我会觉得这个城市很陌生，没有我的容身之所。我明明那么努力，那么优秀，怎么就得不到我想要的呢？是我当时不够强大。后来我有了星辰，我在深夜里也会感慨：哇，我终于可以在这一座城市丛林里有一席之地了。但今天，我又觉得这个城市回到了当初，很陌生的感觉。不是因为我不够强大，而是因为我变强大了，发现得到了什么，又丢掉了什么。今天打了一场2败俱伤的仗，说实话，我不在意黄薇薇的苦乐，她背叛了我。在他看来，可能我也伤害了他，扯不清了。我唯一难受的是，好像丢掉了什么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看眼前这条路，在上面走着，碰到的人，经历的事，都是你必经的。别人怎么安慰都没有用，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去感受，才能走过去。这种事情你一定经历过成千上百次吧？什么感受？就炼成钢了，就铁石心肠了。算不得久炼成钢，只不过是种态度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得有失。说好听点就是等价交换，实际就是赤裸裸的交易。你想要得到什么，就必然要拿一部分去换。看透了，也就习惯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摸摸你。现在开心点了吗？现在很开心。因为你。搞定了。哟，都帮我点好了。犒劳你的。我可听说啊，现在根本没有科技公司敢聘用那个黄薇薇，韩院给完钱也没打算管他，他算是彻底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啊。他自己选择的，自作自受。没想到季星这么果断，成长飞快啊！我要的东西呢？你猜的没错，韩院和长河早就勾结在一起了。1个多月已经见了3次了，可能是怕引人注意，地址都很隐蔽。东一收购朱氏药械的竞价单，也是韩院泄露给长河的。上次董事会后，他就一直在调查东一跟外部的合作关系。他是不是已经猜到你和瀚海的关系了？那你投资瀚海的事儿就瞒不住了。
要是季星知道瀚海是你一手扶植起来的，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。总比到时候他从别人那儿知道的好。